王一博巴黎回南天，当27岁的他随手甩出王炸，内娱时尚圈该重新洗牌了。各位吃瓜冲浪的网友们，今天大家的社交软件要是还没被井号王一博巴黎随拍记录井号这个话题疯狂刷屏，那我只能说你可能连了个假 WiFi， 或者刷了个假网。就在几个小时前，王一博工作室不声不响地甩出了一组名为 Paris Biolog 的随拍，就5张图，没有精修到失真的磨皮，没有恨不得把 logo 贴满全身的刻意。暗色系穿搭，一顶针织冷帽随意扣在头上，脖子上松松垮垮地绕着一条格纹围巾。他就那么随性地站在巴黎街头，那种清冷、疏离又带着点漫不经心的松弛感，直接拉满了一种王家卫式的电影质感。这组图一发，全网直接炸了锅，热搜榜瞬间被涂版。第一眼看到这组图的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现在内娱的时尚圈就像极了南方的回南天，潮湿、黏腻、同质化严重，每个人都用力过猛，恨不得把快来看我多时尚写在脸上，让人透不过气。而王一博这组照片就像是一阵从塞纳河畔吹来的干爽冷风，瞬间吹散了这种沉闷。它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真正的高级从来不是靠堆砌大牌，而是那种我站在这里，我就是风景的底气。这种不费吹灰之力的帅，真的太绝了。很多人看到这组图，第一反应是，卧槽，这帅的有点不讲武德了，简直是斯曼男本男。但紧接着就会有一些酸溜溜的声音冒出来，切，这不就是随便拍拍的游客照吗？连个正经造型都没有，有什么好吹的？讲真，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可就太低估王一博这次巴黎之行的含金量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街头随拍，这是一位三奢帝王在出征前随手甩给全球时尚圈的一封战书。我特别反感现在网络上那种唯精致论的审美，总觉得去时装周就必须得妆发完美，高定加深，连头发丝都不能乱。但王一博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这组游客照其实是在向时尚圈传递一个信号，衣服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来给衣服当衣架。当别人还在研究怎么摆 pose 显腿长的时候，他已经在用情绪和氛围感降维打击了。这种打破常规的松弛，恰恰是当下时尚界最稀缺的奢侈品。咱们来扒一扒硬核背景。王一博这次去巴黎，可不是像其他明星那样去简单的看个秀、拍个照、发个9宫格就完事了。他是要在短短4天内连续出席 Loewe、Lacoste 和 Chanel 3场顶奢大秀。你琢磨琢磨，这是什么概念？这就相当于一个运动员在4天内跨项目参加了乒乓球、游泳和举重比赛，而且人家还要把金牌全拿了。要知道，奢侈品行业的竞品排他规则，那是沿袭了上百年的铁律。各大奢侈品集团之间壁垒森严，签了 A 品牌就绝对不能和同级别的 B 品牌同框，这是写在合同里的死规定。但王一博硬生生地打破了这个铁律，成为首位在单次时装周期间横跨3大顶级奢侈品集团，且均享有最高头衔的内娱艺人。连见多识广的外媒都忍不住用4个字来形容他这波操作：改写规则 ，rewrite the rules。更夸张的是，品牌方甚至愿意为了他去修改那严苛的合同条款，把不可与同类品牌合作硬生生改成了可与王一博现有其他品牌共同露出。看到品牌为他修改合同这个细节的时候，我内心是极度震撼的。咱们做过点商业项目的都知道，大品牌的法务和合规部门是有多死板，多不近人情。能让百年老店的法务低头改合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给个面子了，这是资本向绝对的、不可复制的个人 IP 彻底妥协。这说明什么？说明在绝对的全球影响力和断层领先的带货力面前，所谓的行业铁律就是个一戳就破的窗户纸。王一博已经不是在适应规则了，他是在重新制定规则，人红是非多，顶流更是自带黑粉放大镜。今天随着随拍一起上热搜的，还有一些现场的小插曲。有网友拿着8倍镜抓拍，说他现身 Lacoste 秀场时，外套领口疑似开线了，还有人嘲讽他连轴转太累，状态疲惫，黑眼圈明显，甚至上纲上线的说他少年感消失了。但是，当你还在键盘上纠结那根微不足道的线头，或者嘲笑他的黑眼圈时，你知道王一博在干嘛吗？他已经稳稳地坐在奥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罗迪的旁边谈笑风生了。当你还在吐槽他发型不够完美时，品牌的设计师们正排着队过来跟他热情握手，嘘寒问暖。他硬是把那件开线的外套穿出了一种不羁的高定感，把到时差的疲惫化成了镜头前那种迷人的清冷破碎感。这种极致的反差和松弛，恰恰是巴黎时尚圈最买账的电影质感。看到那些拿开线和疲态去黑他的人，我差点笑出声。这帮人根本不懂现在的时尚审美。
现在的时尚圈早就苦完美假人久矣了，大家更偏爱有故事、有瑕疵、有真实生命力的脸。开线怎么了？在解构主义眼里，那就是打破常规的先锋。疲惫怎么了？真正的巨星不需要时刻保持像 AI 一样的假笑，他哪怕带着时差的倦意往那一站，那种历经千帆的故事感，就是巴黎老佛爷们最迷恋的顶级春药。黑粉越是用放大镜找茬，越证明它的不可替代性。往年一到巴黎、米兰、伦敦时装周，内娱基本就是神仙打架的修罗场。各家粉丝拿着放大镜比造型、比排面、比接送机、比座位第几排，卷得昏天黑地。但今年，王一博直接不陪你们玩了。他来了个三奢并行，把个人的 solo 完成了别人无法企及的顶级副本。这就好比大家一起打牌，你还在苦苦琢磨怎么凑个对三顺子，人家直接摊牌，不好意思，我手里全是王炸。这已经不仅仅是内娱顶流之间的内卷了，这是中国艺人在全球时尚话语权的一次历史性提升。以前咱们去时装周，总有一种去人家地盘做客的拘谨，拼命想融入，甚至去蹭红毯。现在是品牌捧着未公开的新季单品，求着它全球首穿。以前是我们要看品牌的脸色，小心翼翼生怕穿错被外媒群嘲。现在是品牌因为王一博的带货能力，全球声量断层领先，主动来迎合他的当期，这才是咱们内娱最应该提倡的卷。从仰视到平视，甚至俯视，这不仅仅是王一博个人的胜利，更是中国文化自信在时尚领域的一次大爆发。我们不再是去西方时尚圈蹭流量的参与者，而是去定规则的制定者。看着一个中国年轻人用实力和商业价值让全球顶奢品牌低头改规则，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文化输出，看着真挺让人热泪盈眶的。当你还在对着那组巴黎随拍，试图用疲态、开线这种陈词滥调去解构它的时候，殊不知，这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已经在塞纳河畔把内娱的时尚天花板捅了个对穿。这组随拍记录的不仅仅是他在巴黎的一天，更是一个中国艺人从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的历史底片。我想说，27岁，很多同龄人可能还在职场里迷茫，或者在偶像剧里打着转，而王一博已经站在了全球时尚金字塔的塔尖，开始改写游戏规则了。这组照片绝对会成为中国娱乐史和时尚史上的一张经典底片，多年后再看，依然是王炸。接下来的几天，好戏才刚刚开始。3月6日的 Loewe 文艺先锋，3月8日的 Lacoste 运动老钱，3月9日的 Chanel 顶奢巅峰。咱们就搬好小板凳，泡好茶，好好欣赏这位三奢太子到底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究竟是继续一路封神，还是会有什么颠覆性的反转？不管怎样，这局他已经赢妈了。